我练了泰拳，我练了跆拳道，我练了中国功夫，我有没有可能打得过这个男的？Hello， 你好吗？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在阿德莱德奶茶店，一个女生被打的事件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视频呢被发出之后呢，就有微博、微信、朋友圈呢疯狂的转载以及评论。我相信视频前的你呢，对这件事情也有所耳闻。那这件事情其实经历了几轮的所谓的反转再反转。最开始呢，只是女生被打的那一段视频，后来呢，老板觉得这件事情是掐头去尾的，他又发出了监控的其他的视频。我这个视频呢，并不是想要洗白谁，我手里呢也没有什么惊天大黑幕，是想通过我的这个频道，通过我的这个视频呢，大胆的去揣测还原一下整件事情的经过，跟大家一起呢，好好的把这个瓜给吃了。首先我最想说的呢，就是这个打人黑衣男。事情最开始呢，是这个黑衣男带着他的老婆孩子来店里喝奶茶。根据老板的爆料，是这个黑衣男是老板的朋友，然后他用给店里放一些书来抵扣奶茶的钱，因此呢，这个黑衣男到店里去喝奶茶呢是不付钱的。我们大胆揣测，可能是由于这件事情呢，那这个女生呢可能会觉得这个表达出了对他的不屑呀，或者是之类的。从监控可以看到呢，这个黑衣男呢他是点着这个女生开始骂的。然后呢，骂完之后，这个女生以及旁边的这个女生呢，都非常的生气，然后脱掉工作服就出店里了，就是打算采取一些行动了。再结合后面这个黑衣男呢，当女生和老板发生争执以后呢，这个黑衣男也上来跟女生发生理论，然后就毫无顾忌的当着那么多孩子他老婆的面就扇了这个女生一巴掌。然后呢，女生的男朋友和这个女生上来反击，这个黑衣男呢又狠狠地踢了这个女生一脚，把这个女生一下子踢飞了，头就差点撞到桌子，差点酿成大错。这种类型的人呢，就是我们可以叫他暴力铁公鸡男。你就想想看，一个大男人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去喝奶茶，他都可以因为说我给了店里一些书而不付钱，他还是这个老板的朋友。你们想想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交情的价值是大于钱的价值的。如果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奶茶店，我去喝奶茶，我恨不得带其他我的朋友啊、同事啊都去喝奶茶，给他创造更多的盈利，我恨不得多给他钱。怎么会有人想到因为是他的朋友所以可以不给钱呢？这样的男生他们嘴里就是夸夸其谈，哥上面有人，哥家里这个项目都是多少个亿走的，然后哥的这身行头值多少钱，哥的同学朋友谁谁谁是多么牛逼的人。你可能跟这种人聊完天呢，你们俩去吃一个肯德基，可能都要你来付钱。这种人在人群中占的比例不大，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讨厌。那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这个黑衣男会忽然一下爆发了，跑过去跟这个女生去理论，还毫不犹豫的扇了这个女生一巴掌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在跟老板争执的过程中，就说不付钱呐，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做事儿的，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然后白嫖啊，可能是这些词语刺激到了这个暴力铁公鸡，然后他会觉得，哎，您这不是在说我嘛，然后就冲过去跟他理论。当然我这个只是揣测啊，所以我要奉劝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真的是要小心这种夸夸其谈、很喜欢炫富的男生，因为可能某一个不小心，他就会为了自己所谓的男人的尊严去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这种人无论是作为交往对象，还是作为普通的朋友，都离得越远越好。这种人的特点是他泡女生很有一套，他就是会跟女生说一些甜言蜜语让你上套，并且呢，他有可能会带你去一些看起来很高级的餐厅，但其实刷的是信用卡或者刷的是别人的卡。那大概率这个男生呢会一直不停的交女朋友，然后他的女朋友呢大概率是经济条件不错的。这种男生呢会想尽办法去骗他这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女朋友的钱，甚至一边交着这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女朋友，一边拿着他的钱去泡其他的女生。这种人的情绪是非常不稳定，也没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我
我们说完渣男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讨薪的小女生。为什么我们大家会都那么的气愤？就是因为在她身上，其实多多少少看到了我们曾经的影子。我们曾经也是那个语言并不是特别好的人，我们曾经也是那个在很多地方都投了简历，但是没有人要，只有这个中餐馆会招我们的人。我们曾经就是那个极度缺钱、极度想去赚钱的留学生。我当年呢也是短暂的打过餐馆工的。那为什么我会明知道这个给的薪水非常低，我还去打这个工，还去试工呢？首先呢，也是因为刚刚来，对自己的语言呢实在是不自信，也尝试过去投简历，但是人家一面试一跟我聊天就知道我语言不行，根本就不会去要我。其次呢，是因为刚刚过来的留学生呢，他其实不知道你要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会在网站上贴出来的，他缺人，他可能大概率是找自己的朋友问一问有没有过来的人。只有亚洲餐馆它是全年都在招人的，很多餐馆的招聘启事它就贴在门上，并且你只要去他一定会要。那很多人就会说了，既然他给的工资这么低，那为什么没有留学生去告他呢？我想这其中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了，就是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开的餐馆也好，奶茶店也好，他给的工资都是低于这个法定的最低工资线的。那在我读书的时候呢，是有店被这个员工告过的。那大多数情况呢，是因为这个店主不仅给的工资非常低，然后对员工还不好。第二个原因就是，其实留学生他们本身都是很忙的，又有课业的压力，然后又要赚钱去养活自己，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一直去推进这件事情。最后呢，我要说到第三个经典的人物，就是奶茶店的老板。很多人就说他给的工资是不合法的，那这件事情是洗不白的。他不仅没有很好的维持这个现场的秩序，还在拉偏价。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要求他给的工资就是超过法定的最低工资，那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每个人都不再去付工资了，然后他直接叫他每一个员工申请 ABN，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从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转换成一个生意和另外一个生意的合作关系。那如果是雇佣被雇佣的关系，那被雇佣者有一个最低工资嘛，因为澳洲是有工会的。那如果是一个生意和另外一个生意的合作，那这一单活我能给多少钱，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私下交易的事情了。还有我知道案例呢，是明面上我付给你法定最低工资，但是呢，你每次上班或者你每次下班的时候呢，要把我多付给你的那一部分取 cash 还给我，那这个就更过分了。比如说我给你定的工资是10块钱，那我付给你，我这个在账面上付给了你20块钱打到你卡里，是你每天下班的时候呢，要把我多给你的这一部分钱用取 cash 还给我，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并且没有证据了。可能大家就要问了，既然小生意如果是付了正常的工资都这么难进行下去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开小生意？为什么不就继续打工呢？其实你做一个生意呢，肯定是赚钱的。他赚钱赚在哪里呢？就是他开完这个生意之后呢，他自己家里所有的开销都可以算在生意的 expense 上。然后呢，他因为是他把他的这个收入做得很低嘛，然后这家人呢有可能还可以吃低保，那这又是一笔收入。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你去很多店里都是只收 cash 或者是20块以下收 cash， 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把收入做得更低一些，不仅仅是为了避税，还可以保持我所谓的家庭低收入的所有福利。最后呢，我想说2点。第一点呢，是随时要注意规避掉这种暴力铁公鸡式的朋友。像这一类的朋友呢，不仅仅是说你比如说开了一个店，做了一个生意，他去你的店里消费不付钱，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是会计啊，或者像我这样是做 IT 的，那有一些朋友过来找你去完成一些项目，他就会说，那反正你是做这些的，对于你来说做这件事情很简单，然后我就可以不付钱了，你义务帮我做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是，但凡遇到这种人，第一，他不尊重专业；第二，他并没有把你这个朋友当回事儿。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朋友呢，躲得越远越好。第二呢，就是我们身在澳洲，特别是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本来我们就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所以在生活中呢，真的是要随时注意用
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而不是跟这个恶人硬刚。那这个事件中这个小女孩，其实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小女孩，我练了泰拳，我练了跆拳道，我练了中国功夫，我有没有可能打得过这个男的？后来想一想，其实你不太可能打得过他，因为在极大的这个体重悬殊面前，你所练习的那些技巧都不是特别有用。所以当他开始对你使用暴力之后，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报警。在澳洲呢，其实对于妇女儿童的保护呢是做得很到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随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找到相关的机构去为你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自己硬刚。这些视频呢就到这里了。那我这个频道呢，对于这个瓜呢，我也会持续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